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在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听法，然后精进的修心，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课那今天的这个课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叫做生活与修心总的题目就是生活与修心。为什么讲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很多人虽然懂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个理论，我们很多人也学了这个五部大论中观因明显光庄严论等等，我们听了很多，大家都会说都会讲，考试也及格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修心的问题，修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一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仅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解决的方法我们跟这个普通人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学佛了也就是修心自称是修心的，我们不应该这个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跟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了不是说所有人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也是我想我觉得我的修行也是非常差很差，所以我也要进步，也要好好修行你们也要修行，我们大家一起学佛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就是我们还是从生活开始说起还是从生活开始做起，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去落实我们学到的东西，这就非常重要了五部大论它是佛教的精华大乘佛法的精华，这个里面有理论也有修法，但是我们如果不落实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字面上的理解而已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上有用的只有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不会有实际上的效果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做起，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这几天尤其是这个头几天想讲一讲这个关于这跟生活有关系的一些这个修法，所以我就是说今天的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生活与修行生活与修行，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修行
就是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落实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叫做生活与修行。然后这个总的这个题目下面呢有一些这个细节的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讲如何面对痛苦就讲这个这个很重要啦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这个痛苦怎么样去面对如果我们以正知正见去面对这个痛苦的话，痛苦它不一定是一个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正知正见那痛苦呢，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愿意接受的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曾经我们讲过一个麦庞仁波切的这个一个病苦转为道用的一个修法那是病苦怎么样转为道用，主要是讲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不仅是这个病苦所有的这个痛苦在轮回当中这个我们遇到就是轮回当中生老病死，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怎么样去面对就讲这个那怎么样讲呢？我就不是根据我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根据我的想法去讲那根据什么讲我们就还是要这个根据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菩萨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这样子就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这个并不是我胡思乱想然后就给大家讲什么病苦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并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还是要我们大家都要学以前的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修行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证悟了的这些人的这个这些人的这个教言根据这个教言讲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如何这个面对痛苦那这个里面呢就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什么叫做痛苦第一个我们要去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痛苦那痛苦什么痛苦的本质是什么呢痛苦的本质是从我们佛教的这个观点看，痛苦就是一种感受。痛苦说简单简单的说痛苦就是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就有两种这个感受有两种两种是什么呢因为感受这个感受呢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这个东西物质比如说钢筋水泥砖玻璃它不会有感受它不会感到痛苦不会感到这个幸福它没有这个感受那感受是一个精神的一个特有的东西那这个精神我们可以分两种不同的精神一个叫做这个分别精神有分别念一个叫做无分别念那无分别念是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他们的这个这种感受叫做无分别。为什么叫无分别呢？这个我们学过阴明的，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分别念什么叫做分别呢？分别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然后以我们的意识去分析这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等等，去分析这个叫做分别这叫做分别。分别念是什么？第六识我们经常去思维的这个第六识叫做分别念他所感觉到的这个痛苦就叫做这个分别念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无分别念无分别念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痛苦这个比如说身体他感觉到的这个感受比如说生病生病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意识怎么样去想但是呢他这个无分别念他明明就是感受到一种这个痛苦的感觉这叫做无分别念那这个痛苦呢，总的来说痛苦它是一种感受人死了以后呢没有这种感受人的这个尸体跟石头跟砖头都是一样的人的尸体就接住了这个外界的任何东西，就是地水火它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因为它没有这个意识，它也没有分别识，也没有无分别识都没有所以它不能感觉，它感觉不到任何这个痛苦和幸福所以我们就首先就是说这个痛苦就是一种这个感受，一种感受，一个是这个无分别识的感受就是像身体的感受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分别识的这个感受，就这两种感受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两个当然这个痛苦或者是快乐感觉到这个时候呢就大脑的某一个地方的这个脑波有所这个变化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些说痛苦呀感受等等都是一种大脑的活动的产物但是呢这个大脑只不过就是一种工具而已，一种工具而已。我们的意识依靠我们的大脑去辨别外面的东西，去感受外面的东西这个叫做这个无分别和有分别分别识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经常我们去思维的这个意识它所产生的它导致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跟它一起产生的这个痛苦叫做这个分别识的痛苦然后呢无分别识的痛苦就像我们的身体这个生病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呢，就是无分别识的这个感受这个叫做痛苦。首先是这样子，我们确定痛苦呢它不是物质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精神的一种这个感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去观察这个痛苦是怎样产生的这痛苦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我们要去观察这个痛苦是怎么样产生过去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我们的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最后的答案痛苦来自于这个我执痛苦来自于执着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话题，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那今天呢不是从这个角度讲今天不是从这个今天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讲那这两个角度是不是矛盾？它不是矛盾就是我们就是不同的角度而已，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不矛盾的那今天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今天我们的这本书上讲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平时他说痛苦和这个幸福对我这个痛苦和幸福的这个产生的时候它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就是这个人的这种习气习惯有关系这个话怎么讲这话怎么讲怎么解释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奥秘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包括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那这是什么呢？首先痛苦和快乐西方哲学家他们认为来自于外界就像这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还有这个机械唯物主义者这个拉梅特利他们就是在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是后来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人物了那他们很多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幸福不可能从内心当中产生那幸福我们要寻找幸福追求幸福的话往什么地方去追求呢？一定要从外面外界去追求寻找幸福这是西方的这个观点了那佛教呢它怎么说的呢？外界是什么？主要是指的就是这个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呢？佛不否定物质生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幸福但是呢我们不能做金钱给我们带来所有的幸福的这种美梦这个是错误，不能做这种美梦，这个是错误的只能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幸福不能带来所有的这种幸福那佛教认为这个幸福也好痛苦也好，这个不是跟外界不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是说跟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但是主要就不是这样子那主要是什么呢？佛告诉我们或者是以前的这个上师们告诉我们他们告诉我们不要我们的内心不要太脆弱不能太脆弱了那什么样的叫做脆弱？什么样的人这个内心很脆弱呢？我想从小就长在这个富裕的家庭当中然后读书的时候就在贵族学校里面这个读书出来的人相对而言这个精神是比较脆弱的因为精神脆弱所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很计较都很挑剔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习惯了以后呢那这种这个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以后呢，这种习惯就是随着这种习惯慢慢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呢它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看任何人都不顺眼
就是在外界的什么样的这个生活都不能让他满足，不能满足对任何人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对任何这个生活对任何这个环境都产生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反感，这些当中都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满足感，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就把周围的所有东西都看不顺眼，然后最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然后就觉得这个生活没有意义了，生活没有意义，就是没有意义这没有什么乐趣，然后最后呢就会走一个非常极端的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学坚强，不要学内心太脆弱，不能太脆弱。那坚强跟这个脆弱这两个跟遗传也许有一点点的关系了也许有一点点关系。有些人的精神生下来的时候当然不能说生下来先天就是比较坚强的有些人呢先天就是比较这个脆弱，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就依靠什么呢？依靠环境教育背景最关键的就是自己的这种习气习惯，自己的这个习惯跟自己的习惯有这个关系，那这样子就哪怕是一个再小的问题也好这上面都是很挑剔很计较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表现呢？这就是说明这个人的内心非常的这个脆弱的一个象征，很脆弱什么外界的东西都不能接受觉得所有的东西人也好，物质也好都看不顺眼呢从这些当中得不到这个满足感然后呢一直都觉得这个幸福是从外界而来，所以很挑剔很计较，这样子以后呢这种人就越是这样子越得不到这个幸福感最后就觉得这个生活没有意义就走向一个非常不好的路了，这是自己的这个习惯的问题了，那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痛苦是怎么样来的痛苦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无分别识的这个痛苦呢，多半都跟我们的意识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生病了生病的时候呢，无论是我的意识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我身体生病了就疼得很这个病痛这痛苦很强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似乎跟我们的意识没有什么关系我意识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跟这个痛苦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还是要疼这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无分别识的这个痛苦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个呢修行比较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能力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改变的也可以转变的那目前我们首先要这个要去转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六意识的这个痛苦第六意识的痛苦，也就是
分别式的这个痛苦。那分别式的痛苦呢不是来自于外界，它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或者是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习惯有关系。那这个上面要调整，这上面要做一个这个调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去这个怎么样去调整呢？这个就有2个方面了那我们是第3个，这个就是第3个阶段了。刚才第1个，我们首先去这个讲这认定什么是痛苦了第2个呢，我们去确定这个痛苦是怎样产生的这是第2。第3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调整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第3。那第3这个是最重要了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我们从2个方面讲一个是从世俗谛的方面讲另外一个呢从圣义谛的角度去讲就是这2个当我们遇到一种这个痛苦的时候就遇到一种痛苦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种痛苦这个痛苦有可能来自于这个金钱有可能来自于感情，有可能来自于婚姻，有可能来自于其他的东西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总的来说，这就是一种这个痛苦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痛苦呢？我们普通人没有修行的人，就面对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痛苦呢是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就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有修行修行人真正的这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呢对他们来说这个痛苦呢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是要学到这个这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讲第3先这个第3之前还有一个这个课盘不是第3第3就不是这个，第3是我们再讲什么叫做战胜痛苦什么叫做战胜痛苦比如说一般的人痛苦的时候他首先寻找这个痛苦的根源然后呢往外就是在外界当中去寻找这个痛苦的根源然后呢他去把这个痛苦解决什么样子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很不满生气很大的这个嗔恨心的时候一直都很痛苦，不解决这个问题很痛苦那他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可能去打人，有可能去骂人，甚至有可能去杀人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这个解决问题了那这个不是战胜痛苦这个还没有解决痛苦，痛苦仍然存在的没有战胜这个痛苦那战胜痛苦，什么叫做这个战胜痛苦战胜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当我们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我们用这种修行的方法把这个痛苦呢转为道用转为道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修行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做到这个，这就是战胜痛苦了战胜痛，这叫做战胜痛苦并不是说战胜痛苦呢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痛苦的这个根源把这个痛苦的根源
这个断除啊，从此以后呢不要再发生类似的这个痛苦啊，是不是这个叫做战胜呢？最后的解脱当然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战胜不是这样子，那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战胜，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每一次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能力不受到任何这个痛苦的影响不受到这个影响，然后呢这是一个对修行没有影响，第二个呢对生活也没有影响不受到什么影响，这就是战胜痛苦战胜痛苦。从此以后呢，无论是遇到任何这个痛苦也好这个痛苦虽然是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修行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做到这叫做这个战胜痛苦这个是第三。然后第四就是真正的这种方法这方法是第四，这个很重要了。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刚刚讲的用圣义谛和世俗谛从两个方面讲。首先是讲这个世俗谛。那世俗谛从世俗谛的方面讲它也有两个这个原因就是有两种这个方法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这个痛苦，或者自己做错什么事或者是失去什么东西就等等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考虑这个我现在这样子自己心里很痛苦，这个是没有用的从这个方面去想这是第一第二不但是没有用我这样子去伤心这样子痛苦是有害的就是从这两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第一个是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讲得很清楚了这两个问题都讲了但是如菩萨心论里面讲的，我们不落实不修行的话那也不起什么作用如菩萨心论我们学了也背了这个内容都知道但是不修行的话不去用的话都没有用比如说一个医生生病了那医生生病的时候呢，医生自己知道需要吃什么样的药这个药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他也知道都知道但是呢医生如果不去吃药的话那他的这个病呢跟不动医学的人完全是一样的不解决任何问题了那医生也要去吃药吃了药以后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入心论学了但是不修的话呢那这个入心论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有效的这个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落实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就是不是入心论入心论落实的方法怎么样去用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的这个内容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那我们遇到一个痛苦这个痛苦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去想比如说我失去了一个东西或者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等等就是这个痛苦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这样子的时候我非常非常伤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想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想
要通过大作的方法去想不是这个不是我们比如说边工作边走路边想，就是首先是要大作的形式，静下来大作的方法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然后我们再去思维比如说我们今天失去了一个东西，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非常难受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那我现在这样子这个伤心痛苦这个对我这个失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说这个失去的东西呢，我可不可以恢复首先我看能不能恢复如果能恢复的话那我就不需要伤心了，不需要痛苦了，我去把它恢复就完了我不需要这样子这个痛苦这痛苦是没有用的我可以恢复的东西我就让它恢复还原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能恢复的一失去了以后呢，它永远都是没有办法恢复，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也得要面对现实，要接受这个现实我再痛苦都是没有用的这我现在的这个痛苦跟我失去的这东西找回来恢复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再这个痛苦也好再怎么样也好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这个帮助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不能去痛苦我不要去伤心不要去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难过就是为了失去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现在的这个难过痛苦呢跟这个失去东西的这个恢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不应该去这个难过痛苦这样子告诉自己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不会有效果了不会有效果，甚至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去想不愿意这样子去，还是愿意自己去痛苦去难受根本就不愿意去这样子想但是这个我们要坚持坚持了以后呢就慢慢的就相通这个问题了的确是现实就是这样子了这失去的东西能恢复的话，那我没有必要这么难过没有必要这么难过，我去恢复就好了如果真的不能恢复的话，那我也就只有这个面对现实我就去接受这东西了不要再难过，不要再痛苦告诉自己我的这个痛苦现在我的这个伤心痛苦呢跟这个东西完全是没有这个关系的，不需要的恢复可以恢复就不需要不能恢复那也不需要能恢复的话就更不需要了不能恢复的话这个痛苦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只是这个痛苦呢只能让我自己痛苦折磨，那对自己的身体工作修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有影响只有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所以我还是不要去这个痛苦，我不要去痛苦，这个痛苦没有用，这样告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反反复复的去思维反复的去思维，要说服自己这样子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只有两种情况比如说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做错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痛苦的话，那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恢复
如果我可以恢复可以改正，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需要痛苦了我去改正就好了我再不要去不去做这件事情，我改正就好了那就没有必要这么痛苦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做错了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永远都不能恢复的话，那我现在这么痛苦也是没有用的也没有用的。这样子理论上的确是这样子这个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这是准确的可以恢复和不可以恢复就是答案肯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了在这个中间不会有第三者，不会有第三者答案就是这两个那答案既然是这两个的话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以恢复就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痛苦了不可以恢复的话，痛苦了也没有用这样子去说服自己反复的去说服，反反复复的去想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痛苦，这是一种办法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我们修4个对治力的时候呢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还是要后悔这个过去的这些罪业，深深的感到这个后悔应该后悔这两个是不一样那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不是4个对治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没有用的痛苦要这样子去这个调整这个忏悔呢对这个罪业越有这个越有这个后悔心，他就这个清净的这个能力就越强，所以应该有后悔，这是例外这是例外，这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反复的这样子去思维这是入心论当中的一句话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去思维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不但是没有用我的这个痛苦不但是没有用而且有很大的这个伤有很大的这个过失有害有害有什么害呢？有什么害？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当然它有很多很多伤害对我们受到很多很多工作呀、修行各个方面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有害。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的不是人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说这个受害是什么呢？主要是我每一次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是不敢面对这个痛苦拒绝这个痛苦，抗拒抵抗每次都是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说明我的这个内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所以就不敢面对这个痛苦，不敢接受这些痛苦那我越是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我在干什么呢？实际上我在做什么呢？我就是在逃避这个现实，不敢面对这个痛苦这样子以后呢，这种习惯、这种习气这种习惯就是导致什么？这样子我们的内心会越来越脆弱会越来越脆弱的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如果我勇敢的去这个面对这个痛苦的话本来是我可以面对很大的痛苦，再大的痛苦我都能够顶得住能够过这个关的，可以过这个关的原则上如果是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书本上讲的那样去做的话或者是入心论当中讲的那样去做的话可以过这个关，再大的关我都可以过再大的这个困难，再大的痛苦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仍这个承受能力非常的差非常的差
越是这样子的话，这种承受能力越差啊，以后呢不敢面对任何一个这个痛苦。但是不敢面对痛苦也得要面对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个来自于各个的这个各个东西的这个痛苦这么多那我不面对可以吗？不可能的总是要这个面对的。那我们不面对这样子越是这样子这个逃避那样子的话，我内心会越脆弱那我内心越脆弱的话，这个痛苦给我带来的这个创伤是越大。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他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受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我们还是通过这种依靠这个巧觉这种方法去面对痛苦。那这样子的话，痛苦实际上不是痛苦痛苦它自身也有很多优点它有很多的这个优点。就像我们这个生病治疗的时候有些治疗还是很难受的但是呢它的结果是非常好。这个治疗有很多的优点，它可以治病但是它的方法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种方法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就是有些方法有些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是这样子，但是它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接受这个治疗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愿意接受这个治疗同样的道理，痛苦也是一样的痛苦如果我们去正常的去面对的话痛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东西它的正面的东西比负面的比负面的多所以我们还是要要这个准确的去面对痛苦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不愿意不愿意这个接受痛苦每一次都这样子下去的话，总有一天我们过不了这个关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在这个痛苦面前会倒下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轮回当中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等待着我们这个是每一个凡夫人都是一样的。生老病死就不用说了除了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等待我们，这是肯定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每一次都这个我们拒绝痛苦抗拒这种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它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那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要面对这痛苦，面对了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呢，痛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幸福的东西那痛苦会带来幸福的东西吗？这个有可能吗？这是有可能的痛苦会带来幸福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幸福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修行，那痛苦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修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这个战胜了痛苦了我们要去学这个痛苦学这个方法要去学这个方法，这个很重要首先是这两个了这两个讲的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实际上真正我们去运用到生活当中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大家也应该去试一试
啊，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遇到痛苦，每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啊，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去把这个痛苦的根源除掉啊，断除啊。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的，这个所有的凡夫人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方法呀不一定是很好了啊。有些东西呢，我们没有办法断除这个根源啊，没有办法这个推翻，只有面对只有面对了，那面对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凡夫人的内心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啊，圣者的这个内心是很坚强的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我们的佛陀圆寂的时候周围有这么多的阿罗汉这么多人围绕着，大家都知道佛要圆寂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一个这么就是这个度化这么多众生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佛从此以后就看不见了，看不到了，圆寂了，那这些阿罗汉呢，所有的阿罗汉没有一个人痛苦，也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一个人说什么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很平静的。唯一的就是阿难还没有证悟还是一个凡夫人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床脚下哭哭啼啼的很难受，很痛苦他内心很脆弱，为什么？他没有证悟，不坚强，不能面对这个痛苦这么多的阿罗汉他们不是不认为佛圆寂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他们不是不恭敬佛，但是他们的内心呢没有这样子的痛苦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痛苦，面对的方法不一样世上这么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就像佛能度化这么多的众生的这个佛这个圆寂的时候呢，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了但是呢，两个不同的人看一样的问题对他们带来的不一样了佛的圆寂对阿难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那对阿罗汉呢没有什么影响同样一个问题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比喻。同样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家里有学佛的有不学佛的那当我们的父母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不学佛的人如果他们是很孝顺非常喜欢父母的人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内心是很脆弱的非常痛苦然后呢，学佛不但是学佛，而且有一定的这种修行的人他的内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坚强的所以对他带来的这个痛苦呢没有跟其他人那么没有跟其他人那么大，这个痛苦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这个他比如说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同样的两个人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人的母亲两个人一样的这两个人一样的喜欢他们的父母去世了但是呢对他们带来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看这个问题的方法不一样，面对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对他们的影响也不一样对他们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们认为痛苦的并不一定是痛苦我们认为是幸福的也不一定是幸福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要看这个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关键了。就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这个强大的这个识因这佛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曾经也讲过有一个人曾经非常有钱当国王的时候他在这个床上铺18层各种各样丝绸的这个床单最下面呢就是有一粒豌豆他都感觉得到很痛苦了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这是他养成了这样子的习惯。这个时候呢他非常挑剔很计较。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18层床单下面有一粒豌豆都感觉得到，都不能接受了他虽然有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脆弱。他所有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所有的痛苦幸福都依赖着外界金钱他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后来这个人不当国王了没钱了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到山上去砍柴连一件上衣都没有这样子就被拆回来他都感觉不到这个痛苦他觉得还是很正常那这个我们也去想一想这个虽然是一种故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那这两个的这个差距这两个这么大的落差这么大的差距同样一个人在感受这个一个人还是面对这两个这怎么能够一个人可以面对18层床单下面的一粒豌豆都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这种人，怎么可能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可以被这个拆获呢？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所有都是跟我们的这种习气习惯有关系了有关系人可以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这次比如说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不去拒绝不去抗拒，然后勇敢的去面对这一次我过了这个关，然后下一次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子那每一次遇到任何一个痛苦的时候呢，每一次都很平静的面对然后每一次他没有跟我带来跟我的修心也没有带来什么影响，然后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带来什么影响这个痛苦就是自生自灭。这个时候呢我就战胜这个痛苦在我有生之年在遇到任何痛苦都可以这样子面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这个胜利者战胜可以战胜所有的这个痛苦了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勇敢的去面对痛苦每一次都是这个拒绝，或者是在外面就寻找一些减少痛苦的方法，每一次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就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最后我们不能面对任何这个痛苦这个是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伤害这里边讲的是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讲我们不敢面对这个痛苦，每次都很害怕这个痛苦，每次都是想一切办法去回避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害处，有什么样的这个缺点呢？当然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大一大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了。本来是我们可以用如果用这种方法去面对的话，本来是可以面对的本来是可以这个很大的痛苦都是可以过这个关的，但是我们现在每次都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讲的是这个这两个呢第一个我们就这两个呢，这两个叫什么呢？这两个叫做不要这个拒绝痛苦不能拒绝痛苦。有些东西我们拒绝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我也跟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心理医生也聊过这方面的问题了也去了解了一下他们的一些方法。那他们的一些方法呢对于有些人还是有帮助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帮助是什么呢？这个帮助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临时的帮助暂时的帮助。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办法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不是什么真正的办法，就是用这种方法让你轻松一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心理学家怎么告诉我们呢比如说两个人婚姻出问题，感情出问题，导致很大的痛苦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这样子观想你把这个人装在一个箱子里或者是装在一个口袋里边然后就把装箱子锁了以后呢，我可以从10层楼或者是多少层楼上面呢这个仓库里面呢把它扔出去了然后呢这个人再也没有，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呢，这就消失了，我就已经离开他了再也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了然后又产生这种痛苦的时候呢，又把这个人装在这个箱子里边，把箱子锁起来又从这个10几层楼上面呢扔下去了对，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当然了，我们看起来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笑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帮助了有一点帮助，这个可以一个暂时的可以缓冲这个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帮助我想就是这一类的方法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心理上面呢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到现在都是除了这个佛学里面的一些修法以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好的方法，就只有这样子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这样子这是事实我们这个讲的，刚才我们讲的我这个痛苦有用还是没有用这个能恢复还是不能恢复，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这不是仅仅是一个观想这实际上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我的就是能恢复的话，那我没有必要去这个痛苦不能恢复的话，那我也没有必要去这个痛苦。这就是事实佛告诉我们的这种方法呢就是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就通过这种方法去不要拒绝这个痛苦要勇敢的去面对它面对的方法就是这样。这两个呢是面对的方法其中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痛苦的这个来源，曾经我们也讲过了我再补充一下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刚才讲的时候就简单了一点再补充一下其实这个痛苦呢我们刚刚讲的第六意识的这个痛苦很多都是痛苦呀快乐呀都是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它创造的比如说我开一个这个很贵的名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人的这个觉得这样子很有面子
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产生傲慢心。这个傲慢当中呢，稍稍有一点这个快乐的这种感觉啊，这快乐的感觉跟傲慢啊，它两个是分不开的，它带有这个快乐的这种感觉。那这种快乐呢啊，它来自于什么啊？来自于第六意识。我们坐这个坐名车的时候啊，跟普通的一般的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车啊，在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无分别识所感觉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第六意识觉得不一样觉得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这个不一样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更简单的，穿名牌穿名牌衣服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我穿名牌衣服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穿的是多么多么贵的东西然后呢就有一种傲慢对自己有一个这个满足的这种感觉它也带有一点这个快乐或者是幸福谈不上，就是有一点点快乐的这种感觉那它是来自于什么呢？它就是来自于这个第六意识分别识。它这个快乐的感觉谁创造的呢？不是这个衣服创造的就是这个意识创造的。不是名牌的衣服创造的，这个感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然后从这个无分别识的角度来说衣服身体穿，身体感受到这个衣服那无分别识他感觉到的这个一般的比较好一点的衣服跟这个名牌衣服的这种这种触觉肯定是一样的了都一样的所以从无分别的这个从无分别识的角度讲名牌衣服跟普通的比较好一点的衣服的触觉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名牌衣服对无分别识不会带来任何快乐不会带来任何这个幸福然后呢，但是第六意识他就是觉得这个很有面子了那样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有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名牌什么是真正的名牌，如果这种人有人说有一个很普通的衣服拿去给他穿这个是全世界顶级的这个名牌衣服然后他也认为这个是这样子那给他带来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满足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一样的。其实实际上这个不是名牌的衣服，但是呢他认为这是名牌衣服所以他自己很满意了然后他给他带来了一种这种暂时的这种满足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些都是第六意识创造的那这个幸福这个快乐呢谁感受也是第六意识也就是这个分别识他去感受是他感受的他自己创造的，他自己感受的然后有一天如果失去了这个东西名牌衣服他穿不起名牌衣服的时候呢，然后很痛苦这个时候呢身体不会痛苦的他只要有衣服穿只要有衣服穿不冷这样子那无分别识他都已经满足了，他不会有别的需求但是呢有分别的这个分别识他就觉得奢侈了什么奢侈了？名牌衣服奢侈了再也穿不起名牌衣服了
穿不起名牌衣服，是不是冷？不是冷，没有面子啊，所以他痛苦。那这个痛苦呢跟外界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都是自己的内心创造然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比较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车都有了当我没有发现我的邻居的这个房子呀、车子呀、存款等等的，我没有发现他的超越我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很好很幸福的但是我一旦发现他已经超越了我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痛苦了。这个痛苦来自于什么呢？这个痛苦不是来自于无分别识这个痛苦就是来自于分别识。来自于所有的分别识来自于这个分别识的这些东西呢，痛苦也好，快乐也好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怎么样去看，它就变成什么样的不是刚刚我们说了有一个不懂得名牌衣服的然后就是他穿一个普通的品牌衣服，然后觉得这个是顶级的这个最好最了不起的这个名牌衣服，这实际上它不是，但是呢他自己认为是这样子，以后呢他给他同样的带来这种满足的感觉。如果失去了这个衣服的时候，一样的可以带来这个痛苦，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痛苦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呢，都跟我们的这个意识有关系都有意识跟意识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西方文化他不懂得这一点，他不懂得这样鼓励人们往外去追求幸福往外去追求这个寻找快乐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开始这个失败了，这种做法失败了。为什么说失败了呢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每一个人的收入越来越增长，但是呢幸福指数越来越低，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在曾经这个佛教徒的生活模式当中呢讲了有很多的数据就是说明这是一个那这个问题怎么讲呢本来我们所有反复的人都是认为这个幸福跟痛苦跟外界有关系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上面呢用不太准确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往外去追求追求了半个世纪以后呢，发现了原来就不是这样子不是半个世纪就是研究半个世纪，就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到现在这么几百年当中呢，大家都往外去追求这东西，到了今天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种方法是有错误的、不对的幸福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个外界，来自于外界的这个幸福是有，不是没有，但是呢很少一部分那我们真正人要幸福的话，还是要往内心当中去寻找真正的这个幸福同样的，我们如果真正想解决这个痛苦的话，那也不是往外去寻找什么东西，就是要往里去寻找这种解决的方法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也要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因为是婚姻的原因就导致了很大的这个痛苦那这个时候这个痛苦再痛苦也好也许这个婚姻永远都没有办法再恢复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外界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有办法解决这是没有办法解决了，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解决？就是要从往内心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尤其是这书里面也讲了因为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有钱的也有痛苦没钱的也有痛苦所有人都离不开痛苦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什么呢？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了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认为幸福来自于外境痛苦同样的也来自于外境那我们追求幸福也就是往外去追求断除痛苦也向外去这个寻找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失败了失败了，每一个凡夫人都失败了，不是一个人所有人都失败了，凡夫人都失败那我们现在如果不愿意自己痛苦的话，那一定要往里去寻找，这个很重要了我刚刚讲了你们不能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乌鸦嘴怎么可能这么多的痛苦等待我们呢不能这样子想这是肯定的了，我们凡夫人都有生老病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死掉的怎么样去死谁都说不清楚了我们的父母都如果存在的话，那有可能在我们还存在我们还没有死之前有可能离开我们呢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要面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也面对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婚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工作上的等等很多东西这肯定是有的。但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准备，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虽然知道理论上知道这痛苦呢来自于内心不是来自于外界，幸福也是来自于内心，不是来自于外界一切的答案都要往里去找，这个理论上知道，但是到时候就用不上所以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了充分的准备是什么？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大作去思考这两个问题去思考这两个问题，刚刚讲的这个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是叫做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总体来说，这两个问题叫做不要拒绝痛苦我们要控制抗拒痛苦的这种心态自己去控制这个这个控制下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面对痛苦的一种准备工作了这准备工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那我们明天继续再讲了，今天就讲到这里道理你们明白就好了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修大作去修那样子的话就一定会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结果了内容就是这样子了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跟我们的以前讲的这个宾苦转为道用这个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有点不一样，两个都是很有用的希望大家去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无家性的修法外家性的修法跟无家性的修法我们有没有修好了这个也是很重要了数量上有没有完成然后呢质量上有没有达到它的这个标准它的这个标准那这个你们要考虑好你们如果没有就我们每一年都我要求大家写纸条
然后说自己的这个修心的这些经历，但每年都是一样的，基本上的大家都说念经啦、放生啊、做功课呀，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种这个讲法呀，它是没有办法进展了啊。每年都讲出离心，每年都讲菩提心啊，再高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观里面的这个无我的修法，然后就是机智的修法啊，就到最高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修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都没有修好啊，都没有修好之前是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讲在上面的这些法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上面要重视，要好好修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Sonum de tamja zubani doni ni bejana baji kirgana je walon de ba chebe zole do ado jo om a hom banzer pamas de hom om a hom banzer